欢迎来到少主力的魔玩频道。今天你看我说啥来着？50着急了吧？赶快把这个六面兽传了一个样板出来啊！我们也是来看一看这一回的样板做的怎么样吧。因为是先行传出来的，所以不代表大货最终的品质。先来看一下人形的这个样子吧。哦，非常的帅，身材的比例特别的好看，360度旋转一下，背后这里也都是填的满满当当。巫师嘛，喜欢用遮盖的板子啊，片片变形，也是一个非常会用尼龙料子耍流氓的人，所以呢，他身上的板件可以做到很薄，该盖的地方都给你遮得很严实。腿部这里也做出来了这种梯形的喇叭裤感觉，人形到头顶13.5公分左右。到翅膀的最高处16公分多一些，全身零件都使用尼龙来处理，所以整个的一个发色效果不会特别的闪亮啊，是那种表面哑光的感觉。胸口这一块的翅膀可以稍微的调整一点点的角度，斜着一点，会更日式的那种很勇者，对不对？反正这个勇者里边也用了它的模具嘛。头雕的样子做的还是挺漂亮的，身材的比例很匀称。后边这里的翅膀、轮子，包括这一块，还有这些位置，这是上的漆，大枪有上金属银漆。脑袋并不是球形关节，360度旋转，而且独立的脖子可以抬到很高的幅度。对于一个小比例的玩具，还使用了独立的脖子关节进行分件。哦，这个做的有诚意啊！胸甲往前折叠，腾开这一块的旋转范围360度没有问题。平举胳膊的话，大概能举到这么高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举平呢，还能脱开下方这里的双关节，但是这样就没有锁定感了。这样是可以举平的，因为变形需要肩膀这里也有独立的蝴蝶关节，增加它的活动范围。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，另外二头肌这里还做了一个折动的关节。可以跟这样往里折一个90度，锁上去，手肘屈臂一段关节也能折到大概135度左右。枪拿下来，手腕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活动的范围很大，上下可以稍微的活动一点。下3指连在一起的可动手，对于小比例的玩具来说，做的这个还是很细致的。毕竟尼龙耍流氓嘛，它可以做到这么点的小零件。除此之外，手腕这里还有一个上抬的关节。360度，腰部可以旋转，模仿祖传的 Z 字折叠弯腰，也能折一个挺大的幅度。侧裙甲打开以后才可以前踢解锁开这个边缘。裆部这里是靠前方的一个轴，所以前踢可以踢到很高的幅度。可惜这么做的话，后踢的范围就很小了，只有大概10几20度的样子。侧抬没有问题，举平90度，360度大腿的旋转。膝盖这里是有2段的关节啊，从上边的这一段就已经可以折到90度了，但是其实完全不需要折上边，光下边的这一块都能把腿团起来这么大的幅度，再加上前边的这一档稍微借一点角度，基本上可以叠到180度翻折过来对平。脚尖这里有独立的前抬，整脚的左右接地，小腿的内侧用盖板遮得严严实实，上下的燕尾锁扣固定起来。腿后边这里也是做了一个弧度的效果，整体来说腿的完成度很好。身体侧面的遮盖度，背后的处理，背包的厚度，甚至领口的上方，几乎没有什么遗漏、偷胶、空洞的地方。这个人形的完成度特别的高，所以完全不用质疑魔方的可动性和关节支撑效果。叶师傅蹲这种高难度动作也是轻轻松松拿捏，所以这个非常的稳当。胸口的这个颜色用肉眼看是发青绿色的，也是镜头的这个色温的关系，我每次镜头拍出来都会有一点发蓝，实物是比这个要绿一些的。人形的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那我们也是看一看其他的几个形态做的怎么样吧。变形第一步，先把胸口这里打开，2个翅膀的根部有活动的关节，我们稍微往上翘一点点，再折进去。接着拆开第2层，这里有一个框子，把脑袋180度翻进去。这一块的后脑勺一定要摆正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框子这一块窟窿钻过来填平，盖起来。第一个形态我们先把它变成枪形，按我的理解来吧，顺序的逻辑更方便直观一些。接着胳膊的变形，把这一块打开，这里边就不太一样，跟我们理论上那种收纳的方式有一些不同。
手腕转一下，把手背冲内收回去。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再变回人形抠的时候啊，抠大拇指就很轻松的拨出来了。然后根部这里有一个滑槽，记得把它拉出来，拉到头会有一个吧嗒的锁定感觉，这里边有葫芦锁。目的呢是为了把这一节履带的面凸起。然后我们拉近点看，手腕下方这里有双向的插头，把这块的位置啊，这根部的双关节顶一下，顶起来，卡住。好，变成这样的状态，让整个的兽爪收成一个三角形，履带鼓起来。接着肩膀的造型零件，我们旋转个180度，打开这一块紫色的根部，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把它拉出来，然后旋转个180度，在边缘的这个位置可以拨一下，拉出一个插销。现在这个插孔是对不上的，然后调整肩膀的这个蝴蝶双段关节错过来，让这一块能对齐。接着这里 Z 字折叠，把胸甲侧面这里插上去，两边上下都有插扣，还有侧面这里的插孔，同时的锁定。大腿的这一节有一个推拉的滑槽，我们往里居中一下，推到底是有一个锁定的感觉，葫芦状的咬扣。接着翻到后面来，打开腿肚子这一面的盖板，打出来脚踝的关节，里边侧面有一个小泡，通过双段关节收纳在里边，我们把它折出来，顶一下根部。这一块转轴看着很细是吧？拧吧，没事儿，尼龙的，包括这些小泡管，韧性特别好，耍流氓的材质。好，接着把这一块回归，放过来，脚尖收进去。这一块结合的时候不太好插，我们可以把这一块拉开，手指顶在这下边，双段关节插回来，上方的咬扣插住，这个转轴卡在空间里面，顶一下它。好，这个样子把它插齐，再把腿肚子盖回去，把中间这里所有的插扣对齐，插紧。记得腿这里是错开位置的。还有一步细节，现在的腰部是可以来回转动的。我们要把这个后裙甲这里有两档的锁点抠开，然后根部有一个滑槽，把它拉长，拉出来这一节以后，上方的插扣锁背包下方紫色的边缘，同时这个格子换了一个档位，我们把这里锁定住，插满。就相当于这一块是锁死腰部的一个结构，不让它乱动。大枪拿出来，折一下握把，顺着侧面的方孔结合。好，第一遍激光枪完成。理论上现在官方应该叫潜水艇模式了。不管怎么样吧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反正我们 G1 小时候概念中，这就是枪，对，就是枪，没有潜水艇，没有问题。前方这里的盖的也严严实实，大枪口还有腿里翻出来的这两个小炮都使用了金属的烤漆吧，应该是烤上去的工艺啊，包括翅膀的这一块，因为尼龙上色的话，它不粘料啊，很容易掉下来，只能烤。好，枪型的样子就搞定了。第二个形态，顺势我们把它变成战车，也是先来处理手臂，我们把这一块的插扣脱开。先打松，根部的这一块紫色拉出来，旋转180度，提上去，让这一块的方块对齐。这个前方的造型零件旋转90度下来，然后这一块旋转180度，前方这里再打开这一片，有一个夹层的扣子，完全的打开它，哎，这个时候就利用到这个关节了，往开撇一下。让出来空间，我们就可以把履带旋转下来，锁上再把这个关节归回去。哎，这个时候再插上，固定。战车形态，两节履带就出来了，前方这里也放平，把翅膀打开，根部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往回搓，这一侧有卡扣。两个档位啊，我们锁外侧的这一节，把它贴紧，锁上，
这2片翅膀放下来，从胯部这里往上稍折一点点，然后再从膝盖弯折。六面兽的每个形态可以说都是很抽象的，但是这个战车也是团的方方块块，履带，前方这里的刻画，上面这里的主炮位置，说白了有点像红警的那个多功能运兵车。下一个形态咱们来把它变成汽车啊，这一步就开始上难度了。先把2个主炮摘掉，腿拉开，翅膀拉开，腾出来更多的空间，胳膊这里也要打松。继续，先把这里翘起来吧。旋转这一块紫色的零件，把它翻个180度，顶过去，插住，然后拨开这一层，再把这一块的肩膀关节旋转180度，挪到前方来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收履带，履带就这一段很好收啊，直接压回去。另外的一段呢，拨开这个关节，打开这块盖板，旋转180度收纳。然后这一块打开之后，转过来，再把轮子旋转一个90度，它在里边是一个分件的结构啊，整个的给它张开，这一块的插扣90度折叠放进去。好，前方的旋转，轮子现在错着位置啊，它在前轮的根部这里是一个转盘的结构，跟诈骗的那个轮子有点像啊。转过来以后，2个轮子就放在同一直线了。另外就是注意一下肩膀的这个造型零件，翻出来90度的轮胎以后，旋转到这边，它专门多做了一个小逗点，放在这里进行一个卡位。也就是说，为了支撑轮子不塌陷下去啊，或者说外八撇过来，转到这一侧它就固定死了。所以呢，不管哪个形态变形的时候啊，这一块只能从这个方向去转，从这个方向硬别会把这个扣子弄伤的。它是起到限位的效果，就是为了汽车形态下服务的，这里要注意一点。2个胳膊我们都变到了差不多的位置，再看的话，底盘这里磨着地啊，老规矩，双段关节折这个蝴蝶位，把它往下放一档，这个样子4轮就接地了。好，摆的差不多了，就把胳膊挪开啊。难点在于2条腿的收纳，先把它左右打开。抠开这个面板的时候啊，先把脚尖拉起来，然后打开这一块，再把这一块解锁开。脚尖拉起来，这一块的脚踝关节才可以活动。我们把这个小炮收进去，然后双关节推一下，顺着这个凹孔把转轴顶在这里。好，大腿往回搓动，拼齐了。这个时候顺着内侧这里，整个的打开，关键的来了啊！膝盖的这个位置啊，里边有非常多段的旋转维度啊，1、2、3，打开里边4、5、6个转轴关节，根部还是一个 Z 字的折叠，所以看着视频来，记住顺序，千万不要乱。我们的目标啊很简单，就是把这一块翻过去。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呢，看好第一步操作，先从2个白色的膝盖双段关节旋转个180度，转过来把腿转翻了，然后双关节拉起来，根部的这一块错位了以后，把它拉到最高。这一块在不阻碍的情况下，从这一段关节拧个180度，收过来。收过来之后，脚底下这个脚踝的关节再打开，把这块黑色的面板放下去。这个时候你的大腿才可以很顺畅的收纳到小腿里面。上下在不阻碍的情况下，脚踝再回正，脚尖收起来。这个时候翻到里面来，前方这里还隐藏了一个盖板，顺着里边把它抠出来，根部的这个双段关节就可以拉起来，往下搓，把它顶到最前方，压瓷实了，黑色的板子盖下来。脚底的这个板子啊，如果你让的不到位，是别着非常难受的。
也是按我这个顺序的操作吧，就很好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外侧的腿板贴合，上方的黑色板子再盖回去。理论上其实对比一下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，你就是把这一块180度翻过去包了一下嘛，和 G1 的那种感觉很像。但是呢，它这个黑色的一圈是要完全收纳的，也是因为腿部的遮盖程度的问题，导致了这一块变形的时候，你要打开从里边的那个关节旋转，里边的关节又有多的维度啊，6个再加一个双断轴，一不小心就乱了。现在车头就差不多了，再往回归的时候啊，注意在裆部下方这里有一个凸起，是一个工字的插口，双关节推到底之后，侧面这里的凹槽跟这工字结合，把它锁定。另外一边也是推到底，锁定，夹住。前方又是一个燕尾的锁，把车头的这一块进气孔、进气格栅、中网，不管叫什么吧，放平。哎，最后再来锁胳膊，调整好。这个时候紫色的这个插口对应小臂，结合锁上。现在基本上差不多，2个翅膀归位，依旧是卡在侧面居中夹紧。拿起枪，在车型状态下搭载要翻出这个人形的长扣子。好的，汽车形态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整体来说吧，包裹的完整度非常的好，尤其车头的这一块裹得方方正正的，底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支撑效果很好，轮子转动效果不错啊，变形到位，4轮接地推车还可以。主要的难点还是在于腿部这一块面板的避让，以及最后解锁的这一块瞬间啊里边多段的旋转维度，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很容易蒙圈。也是这一款最难的一个地方，它变车和变狼形是最难的，因为都要利用到膝盖这一块的一个转换结构，其他的几个形态变起来都是比较简单的。那继续下一个，我们来变飞机。车变飞机就简单了，我们把枪摘掉，握把收起来，备用。2个翅膀打开，在飞机形态下，我们继续。背包这里拆开，为了延展宽翅膀嘛，刚才我们说有2个锁扣点，这回就要结合到外侧去了。但现在先不要锁啊，我们先要转换胳膊，依旧是把这2个轮子90度先收回来，打开小臂下方这里连接的扣子，肩膀这里不要动啊，把这儿拧个180度，然后把这里往回转，依旧得掰开这一块连接的插扣，把这里支撑出来。小臂的这一块旋转180度，轮子这个时候稍微的往中间撇一撇，但是要往后啊，让开这个位置，一会儿要固定结合。现在又是对不上去啊，调整一下根部的双段关节，把蝴蝶关节拉上来，这个时候小臂就可以固定了，插进去。这个无处安放的小爪爪现在要变形一下，打开这一块的插扣，再打开。其实看官图的时候啊，我见它是这么变形的，搭载在这儿，但是呢，其实这边露着一个扣子，所以呢，根据旋转180度的球形关节翻过来，这块的扣子刚好和爪子尖内侧这里有一个固定位置，这里双关节调一下，我感觉应该是扣在这儿，不然这里多设计一个扣子是干嘛的？你要翻到上边来的话，这里边也没有扣点啊。所以呢，大家愿意参照官图还是愿意参照我的变形啊？按需求来吧。胳膊卡到位，这个时候翅膀就可以继续结合，完全插满，翅膀就拉得更宽了。打开胸甲，翻出2条垂直尾翼，摆一个斜点的造型。前方机头的位置，我们需要翻开这2块盖板。腿肚子里边，再打出里边折叠的2段关节，加长片儿，先把它翘起来。另外的一边也是打开，收回去。翘起来以后，前方有一个燕尾扣子。外侧这里，这腿部的造型啊，也是一个质量转弯的技术啊，在动画里边人形的时候是变小的，载具形态呢，
尤其是飞机形态，机头会变得很大，车型放在两侧也是很小的。所以巫师这一回呢，就尼龙叠纸箱子耍流氓，哎，顺着里边的关节往开卷就行。这块不太好抠，有点紧。好，全部的延展开。另外一侧也是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，从一个小的夹出来了，相当于一半的边了，然后通过双关节往中间中聚拢，结合在一起，上方的盖子再放下来，锁住，把这里边所有的插口都结合好，最后2把枪插在翅膀尖上。好，飞船形态我们也就搞定了。相对来说，我觉得就是机头的这一块，如果能再做的细一点、修长一点，可能会更好看一些吧。从侧面看，虽然感觉稍微的有一点笨重啊，但是对于6个形态的转换过程来说，也算是能接受吧。毕竟6面兽嘛，都是比较抽象的，还是魔方这一套，它的特色啊，包裹度都很好，每一个面完整性，就是耍流氓的片很多嘛。所以盖得很严实。最后一个形态，我们来变狼，也是最难的一个形态啊。枪先给它撅了，胸口打开，往回折一下，尾翼收纳，然后后盖这里打开，把这一个边缘翻进去，顺着这里边整个180度翻转出狼脖子，然后呢，这里边有一个关节折上去。再把头拧个180度，收纳的时候你不要这样收纳，必须得旋转180度，把耳朵藏在这个夹角的缝里边，它才是一个压缩的最小的效果。好，放过来，胸口盖上，背后这块盖上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飞狼形态啊，当然后边这里要变成枪形的2条腿嘛，那个我觉得就很抽象，就更抽象了，也是日式的。变形金刚到了最后就开始放魔法了啊，形态也各种不讲道理了。好，把这2块回归，解锁开，都按着这个关节的走向堆叠卡回去就好了。这块的燕尾插扣打开，2条腿左右拆松，注意根部这里的弓字插口也要同时的脱松，然后面板收纳，打开叠放回去。翻到背后来，抠起来脚尖，胯部这里稍微往开撇一撇，接着打开这一片，翻起来里边黑色的盖子，把这里往后推，根据这个双段的关节往出推，推过来以后，这里的脚踝关节拉出，这个时候整个的这一片。先抬起来，让出这个片儿的位置，哎，旋转回归。好，现在腿部就放顺了。我们记得，哎，这块稍微有遗漏啊，把这块关节折开，盖板收回去，回归，回归，把这儿都放好，把它回归到人形的这条腿部了，也是演示一下从人形到兽形怎么去变形。把这一块大腿往内搓一下，搓开以后，这个滑道才可以进行90度的旋转。先把它转过来，打开后方的盖板，这里全部张开，方便看一下这里边关节的走向。然后顺着上方的这一段90度，白色的根部先旋转过来，拉近点看，现在紫色的零件根部全部不要动，依旧是从膝盖这一块旋转一个90度。再把白色的这一段膝盖关节往下折叠90度，等于是现在可以看到一个 L 型的膝盖白色关节全部的露出之后，打松，再根据紫色下方的转轴往回折90度，挪成这个样子之后，再通过根部的双段关节把它搓下来。搓下来的同时，就打开这一块刚才我们引擎的盖板了。好，现在把这个关节完全的包进去，外侧这里紫色的片儿1折2，
腾出来更多的空间，把这关节让出来，腿部再往回包，燕尾锁锁上。这一块大脚丫子，先把它折上去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波点，从中心里边包出狼爪，外边是人的脚，里边是狼的爪。那这条收腿我们现在就变形完成了。再来看一下，刚才我们是飞机和战车形态下的这条腿啊，脚这块撸起来，然后打开里边这一块的插扣，顺着这里边的双段关节往出拖，脚后跟这里拉起来，膝盖双段关节往松拖，拖松到一定位置，先把脚踝这里折开，让出来滑道的走向，先拉起来，完全的拉起来，让开了这块空间之后，根据这个转轴的根部旋转180度，拧出来。好，现在依旧是把大腿往内推，横转90度，然后上边的这一段90度白色的关节折叠，外侧的这个腿依旧是先折开这一块，再往下拧，这块的根部顺着倒一下。最后我们要折成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就是把这个膝盖的关节啊，从屁股后面看，摆正，折成这样的 L 型，关节托出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脚面冲前，这是正确的方向。再把根部的双关节往下放，压进去，上边的盖子堵住了这一块的窟窿。下方这里呢，半截折叠，脚底归位，再收回来，锁，燕尾扣子这里结合，这块贴住，前方脚尖收上去，拨一下狼的脚趾甲，放下来。好，最难点已经过去了，主要是转这个膝盖以及避让这些腿的板子。变形来说比较麻烦，其实它并不复杂，就是因为转轴太多了，转的时候容易转乱了。所以咱们也是演示一下2个形态，从车到狼，还有从人到狼不同的变形模式啊。这个时候大腿这里在乱动嘛，我们需要再把这个裙甲张开，推回去。后裙甲这里会有2个竖着的插槽，把大腿固定锁一下，结合住。好，腿部这一块就变形完成了。难点已经过去，前肢的变形就简单多了。把这里继续的2段拉松，根部这里旋转过来 ，Z 字折叠，把这一块肩膀填方，扣子回归，肩膀撸起来，这一块旋转一下。它转到这一面会有一个锁点啊，就转不过去了，所以只能从另外的一个方向旋转。扭过来之后，肩膀根部的蝴蝶关节双段再搓上去，把这一块调整一下，轮子顺着这里的双段关节搓动向上，狼爪子抠开，旋转180度，这个背儿上2个扣子钉好，指甲翻出来。好，狼形就差不多了。这时候拿出武器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把枪插在这个孔里边，当成狼形的一个肩炮或者背炮。来看一下最后狼形的一个完成效果吧，也是六面兽这些奇葩形态里边让迷友们最在意的一个形态。狼形如果做不好的话，那六面兽毁一半。可以看到依旧包裹得非常好，该锁的地方，该遮盖的地方，这些地方都遮了起来，唯一可能就是这儿露着2个窟窿了。爪子做了这种专门独立的分架，就是专门独立开了一个模，做了一个零件服务于狼的形态。头部这里脖子的活动关节非常的广，有非常多段，这里还可以旋转，根部球形关节左右扭，嘴巴可以张开，里边有牙齿的刻画，也是可以抬头狼嚎哦。嘴要稍微闭起来一点了。前肢这里因为是人形的胳膊啊，可动的范围也是很好的。爪子这里有稍微活动的一点范围，而且拉开以后，这个关节解锁了，根部的球形也能左右的接一点地。平常用的时候还是把它这个插扣锁定住。
腰部这里解锁开了以后，其实就可以实现出来这种弓背的感觉啊。腿部根部这里，因为使用了那个多段的旋转轴，也可以让腿后边这里的活动范围更大一些。包括这样扭，这样扭。那么好，魔方六面兽的6个形态就全部完成了。作为零件分的比较细的魔方来说啊，这个变形的步骤其实不亚于一个大比例的六面兽了，而且6个形态的包裹度、完整性都是非常好的。这款狼形做的也挺不错的，该有的一些细节、动画片的还原元素，包括它的一些动态神髓拿捏的都很到位。哎，这又说到一个问题啊，我看朋友们现在还有在问的，为什么这个六面兽变成狼形没有尾巴？它是真的没尾巴，不是说不给它做啊。六面兽不管说老动画也好，老玩具也好，其实都是没有尾巴刻画的。好在它有什么所谓的第7个形态，那个也太扯淡了。不过一般来说呢，六面兽的玩具如果说是按照老记忆动画的6个造型来做，基本上都能完成第7形态，我也就懒得变了。总体来说一下吧，魔方依旧保持了他们家这种尼龙料子耍流氓的特性啊。你可以看到它身上有很多的片儿，而且一些轴了、小零件了，做得特别细小，特别的薄。但是这个强度支撑的够，它可以随便的拧，它就是不坏，也是能让设计师在小比例的玩具上边展现出来大比例 MP 级别玩具才应该有的分件数，还有那些遮盖的包覆程度，导致了这一款6个形态的还原度，我觉得目前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高的。人形的身材比例非常的棒，狼形也做的可圈可点，但难点在于这个膝盖的转换这一块太绕了。绕也是因为绕这些面板，绕这些遮盖的片，绕这些可动的关节啊，没有办法，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你想要切换的这些状态更好，或者说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一些形象和元素的话，你只能妥协下来，它变形肯定得复杂。虽然目前还是一个样板阶段，并不代表大货的最终品质啊，但是上手把玩了以后，已经觉得差不多了。大概其大货也就是这个样子了，也就是巫师组装的时候手艺糙点，上边划痕挺多的，它是用手钉铆钉进去的。人家工人组装的时候都是用一个模把零件放进去以后，机器往里压那个穿的针。所以呢，这个品控的问题，等大货出来的时候我们再看吧。整体来说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就算把它放到大比例，我觉得都毫不为过。其实巫师真的可以考虑一下，把这个六面兽放大成 MP 身高，这个小的完成度确实可以了。我也是更期待这个对决套装啊，它主打的是对决套，六面兽只是先行传出来了一个样板，而通天晓才是我个人更在意的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巫师的六面兽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